飞机外是狂风暴雨，你坐在机舱里，空调微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飞。多数航班在这种情况下降落后，乘客大约45分钟就会开始焦躁。但新航这架备降胡缎岛的航班，301名乘客在机舱里等了2个半小时，整体气氛还算平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场突如其来的苏门答腊风暴，随时能让樟宜机场的航班起降陷入停滞。当这架载着301人的新航客机准备降落时，遭遇了强烈的风切变和雷暴。不少人有一种误解，觉得机长选择备降是技术不行或者过于谨慎。但从航空安全的角度来看，硬着陆往往是空难的导火索，果断备降才是最严苛、最标准的作业程序。樟宜机场距离印尼兹旦岛的韩纳丁机场只有大约30公里，飞行时间极短，因此这座机场成了新加坡航班最关键的备降场之一。成功降落仅仅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飞机落地后，主引擎必须关闭。在没有机场廊桥和地面电源接入的情况下，整架飞机只能依靠尾部的辅助动力系统，也就是靠 APU 来维持基本运转。它的功率有限，这意味着机舱内的空调制冷效果会大打折扣。在赤道地区，一个密封的金属桶，温度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伴随着闷热而来的，往往是乘客逐渐耗尽的耐心。那么，在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里，机组是如何稳住局面的？在幽闭空间里，人类对时间的感知会被放大。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等待法则，未知的等待比已知的等待更让人焦虑。为什么有些航班仅仅延误1小时，乘客就想砸舱门，而新航这301人能安静等待2个半小时？核心就在于机长成功实施了预期管理。面对突发状况，最忌讳的就是信息黑洞。新航在这2个半小时内做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打破这个黑洞。机长拿起广播，没有使用那些让普通人听不懂的航空术语，也没有用冷冰冰的官方话术敷衍了事。相反，他清晰地交代了3个关键数据。第一，我们在哪？我们在孤蛋岛，完全安全。第二，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等樟宜机场的天气好转，以及重新补充燃油。第三，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可能还需要等待多久才能拿到起飞许可？这种每隔15到30分钟就进行一次的高频透明沟通，直接切断了机舱内谣言和恐慌的传播链条。当你把信息透明度拉满，乘客的心理定位就变了，他们不再是毫无掌控感的受害者，而是掌握了当前局势的知情参与者。对于习惯了高效率和明确规则的新加坡乘客来说，只要你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清晰的时间线，群体通常会展现出极高的配合度。机长每一次镇定的广播，实际上都是在向机舱内注入确定性。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经历过最糟糕的航班延误是多久？当时机组有给你明确的解释吗？除了需要机长的声音来建立心理防线，还有一些安排不容易被注意到。备降机场通常没有廊桥和地面电源，飞机只能靠辅助动力系统维持基本供电，空调制冷效果会下降。在赤道附近，机舱温度可能很快升到30度左右。新航空服务员的标准作业有几个步骤。第一步，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步，调整光线。在环境心理学中，强烈的白光会加剧人的焦躁感和对高温的感知，而暗场或柔和的暖光则能有效降低视觉燥热感，强行给机舱氛围降温。第二步，在安全允许的前提下，高频次的提供饮用水，它是一种心理安抚手段。递水这个动作，强制建立了乘务员与每一位乘客的眼神交流，这种面对面的微互动，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大家在一起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在关注你，这能有效地释放乘客的压力。第三步，精准的弱势群体识别，机组人员会优先巡视并安抚老人、带小孩的父母以及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乘客。这些高风险群体一旦情绪崩溃，极易引发机舱内的连锁恐慌效应。稳住他们，就稳住了机舱情绪的基本盘。这些操作看起来简单，背后是一套反复演练过的处理流程。很多人不清楚，机长决定推拉杆备降的那一刻，航空公司就要多付一笔费用。坚持安全第一，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它是需要真金白银来支撑的。这笔账单里包括了赞旦岛机场的临时起降费、地面保障费、飞机多消耗的航空燃油，甚至还有后续航班被打乱所产生的连锁延误赔偿。并且在航空业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就是法定执勤时间。为了防止疲劳驾驶，空服员和机长都有严格的工作时间上限。如果等待时间过长，导致机组人员超时，即便樟宜机场重新开放，这架飞机也不能继续起飞。航空公司必须从新加坡紧急调派另一组机组人员赶到斯旦岛接手。所以，在这2个半小时里，机长和新加坡总部的运行控制中心一直在后台进行着复杂的博弈与计算。他们不仅要关注机上301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还要精确计算剩余油量是否足够飞回樟宜，并在樟宜机场天气好转、重新开放的极短窗口期内，迅速抢到一个降落时刻。这不仅考验前线机组的临场反应，更考验一家航空公司后台系统的应和调度能力。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决策过程。新航在孤旦岛的那2个半小时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危机处理案例，它说明在不可抗力面前，透明的信息和有条理的做法比反复道歉更管用。作为乘客，下次遇到雷暴备降，记得安全落地比准时落地更重要。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对航空运作多了一些了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通知。我们下期见。